深夜的末班车上，女孩发现件很奇怪的事：明明路过的站都没有人上车，司机却每一个站都会停。眼看和朋友约好的时间早过了，于是她跑去和司机理论：都没有人，你怎么一直停？最后一班车不只是载人，不载人，载鬼咩？然而就在她回到位置上之时，车里的灯光突然熄灭。此时女孩隐约看见右边的空位置上多了一个人，女孩吓得后背发凉，急忙让司机开门。下车后发了个短信给好姐妹，说自己不舒服，接着赶回了家。另一边3个女孩收到她的信息后有些莫名其妙，她们原本约好去新建的公园骑行，如今少了一个人。其中有个女孩有些胆怯了，她听祖母说过，晚上3个人一起走的话很容易撞鬼，加上现在又是7月。此时小美告诉其他2人，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看有没有鬼。原来她是个恐怖视频博主，最近浏览量有些低，而这个新开的公园据说以前是座坟场，如果能拍到阿飘，那肯定能爆火，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在小美的再三恳求下，2个好姐妹答应了下来。随后她们打算骑共享单车沿着公路转一圈，可奇怪的是，只有小美扫不开单车。就在这时，3人都没有察觉到，不远处一辆单车自己靠了过来。等小美转过身来时，发现了墙边的自行车，她走过去一推，发现不用解锁，那正好解决了她的麻烦。于是3人骑着自行车往公园走去。为了能引出阿飘，小美按照网上的方法吹起了口哨，而他们不知道怪事悄然发生了。路边的贡艇自己滚到了路中央，接着旁边的树林里一道白影闪过。没多久，小美似乎察觉到了异样，示意停下来。她按了下车上的铃声，谁知远处却传来了回应。顺着声音，他们跟了过去，可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可回来时，3辆自行车却诡异的被推倒了。小美说一定是遇见了阿飘，可其他2人却不相信，觉得是小美和那个回去的小林故意搞的恶作剧。Charlene， 喂 ，Alex，Charlene，stop hiding， 喂，我没有在玩，好不好？你相信我啊！可就在这时，攻击了我的脚 ，Enough！ 你干嘛2人坚信是小美搞的鬼，不愿意和她一起玩下去了。可小美坚信可以拍到阿飘，无奈2人只好把小美独自留在了这里。为了能拍到鬼魂，小美继续在公园的马路上骑行。然而这时，她好像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，可周围根本就没有人。就在她准备走时，发现后座地上呈现出了人影。虽然她心里一阵发慌，但还是拿出了相机往后面拍。果然照片出来后，身后有张漆黑的人脸。他把照片发给正在家中的小林，说这里真的有阿飘。此时电话响起，是之前2个好姐妹打来的。她们告诉小美，这个公园真的很诡异，因为刚刚她们也遇见了阿飘，让小美赶紧回去。此时电话突然没了信号，小美骑上自行车准备离开这里，谁知在半路上她发生了严重车祸，一根钢筋直接贯穿了她的脑袋。但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因为小美的死并不是阿飘所造成的。凌晨3点，网约司机梅姐正在上夜班，后排一对小情侣却玩得热火朝天。出夜班的她已经见怪不怪。此时女孩无意中瞥见副驾驶有个头上插了根钢筋的女人，女孩被吓懵了，要求立即停车。2人下车后，梅姐一头雾水。就这样，她跑了一晚上的车，车停好后准备休息一下，可当她刚眯上眼，车门却突然打开又关上。她以为是自己太累了出现了幻觉，也没有去多想。几天后的早上，车上来了3位年轻的姑娘，上车后却在议论一件奇怪的事情。我们那天晚上真的不应该留下来一个人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们2个就不要再追究了，好不好？而他们手里拿着的正是小美的照片。自从6天前小美发生车祸后，肇事者一直在逃逸，至今都没有任何线索。下车时，其中一个女孩把小美的照片给了梅姐，希望她能帮忙留意线索。然而就在梅姐准备倒车时，雷达却不停地响了起来，屏幕上显示车后面有双惨白的脚，可她转头看去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自从6天前上完夜班后，她总是遇见奇怪的事，但没有时间去多想，她还要赶去医院照顾父亲。父亲得了重病，已经住院1个多月，每天需要昂贵的费用，所以她只能不停地工作才行。看完父亲后，梅姐又开始去上夜班赚钱，但怪事却接二连三出现。首先在车库里发现了一辆无人驾驶的自行车，接着在送一对父子回家的路上，车子又莫名的熄火。下车检查时，发现后备箱上多了一双手印。好不容易打着火后，他把车开到了修车厂，维修工转了一圈后，发现车的大灯被撞坏了，可梅姐却没有印象在哪撞的。等维修工去拿配件时，梅姐发现车底下流出大量鲜血。此时维修店里的灯突然熄灭了，她的身后站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，一转头
惨死的小美正死死地盯着她看。梅姐抱着头不停地叫喊，直到维修工回来看见了遍地的狼藉。梅姐惊恐地告诉他有鬼，可维修工压根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回去的路上，梅姐越想越不对劲，这只女鬼她似乎在哪里见过，无数画面在脑海中闪过。难道是自己撞死了那个女孩？她小心翼翼地查看了行车记录仪，但知道真相的她并没有去自首。然而变成鬼魂的小美自然不打算放过她。回去的路上，突然下起了血雨，一双手拉住方向盘把她逼停。为什么你不要去自首？梅姐被吓得逃出了车子，但没有跑几步便昏倒在马路上，幸好被一个路过的外卖小哥救下。可这小美的死却是一点也不冤。看完第3个故事你就明白了。男人发现一件诡异的事情，儿子最近在学校的美术课上总是画一个七窍流血的女人，而且每次坐公交车都会故意错开几排。自从6天前妻子在车祸中惨死后，儿子跟他的关系好像疏远了。他以为是妻子的死亡让儿子产生了心理阴影，回去后便把家里一家3口的合照全部收了起来，这样小宝或许就能回到正常。可谁知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，明明把照片都放进了箱子，可一转身回来，那些照片又整整齐齐地铺在了床上。然而诡异的事情还不止这些，在乘坐公交车时，他弯腰捡东西，发现儿子旁边有一双腿，他猛然起身一看，儿子旁边却空空如也。阿伟以为自己得了妄想症，便把儿子送到了外婆家。岳母看见他面色憔悴，便安慰说那场车祸只是个意外，让阿伟不要太自责。没多久，小宝气冲冲地跑出了外婆家。阿伟想拦住儿子，可小宝却推开了父亲。此时从背包里调出小宝的蜡笔画，第1张画的是他妻子，紧接着画的是他和妻子在车内争吵的画面，然后他们面前出现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，最后一张是母亲七孔流血的画。看到这些，阿伟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他赶紧追上了公交车，可一上车发现儿子在对着空气说话，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指使着他做什么。没多久，儿子突然跑下了公交车，阿伟急忙追了上去，在路上他拉住了儿子。你刚才在巴上跟谁说话？啊？是不是妈咪？是不是妈咪在跟你说话？听我说，不要听妈咪的话，妈咪是想把你抢走，你知道吗？不要相信妈咪，不可以相信妈咪，知道吗？不可以相信妈咪。不是。此时小宝说出了7天前所发生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一家3口正开车回家，阿伟和同事偷情的事被妻子发现，妻子要求马上离婚，并且让阿伟净身出户，小宝的抚养权也归他。两人在争吵中没有注意，前面路上正在骑车的小美快要撞到时，阿伟猛打方向盘，导致车子侧翻了。可小美看见一家人困在车里，竟然装作什么也没看见，骑着自行车走了。阿伟醒来后把妻子和小宝拖了出来，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妻子，原本想救人的他突然想了一下，妻子要是活下来，自己将一无所有。于是他捡起地上的碎玻璃刺了下去，可他没发现，已经苏醒的儿子目睹了这一切。妻子头七这天回来复仇了。而那位见死不救的小美，在下一个路口被疲劳驾驶的梅姐当场撞死。电影的最后，小宝被外婆接走了，而良心发现的梅姐醒来后，把行车记录仪交给了警察，向警方认罪伏法。正所谓因果循环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